1899年2月，美国作家阿尔伯特·哈伯德即兴创作了一篇文章致加西亚的信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后，杂志很快就被一抢而空。紧接着，纽约中心铁路局将其印刷成册，一下订购了10万份。美国前总统布什当选州长时，特意在这本小册子上签名，将其发给了每一位部属。政府、军队、学校和企业也纷纷使用和推荐这本书。时至今日，致加西亚的信全球销量已达8亿册，是世界上最畅销的读物之一，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。这本书的成功不仅体现在销售数字上，还在于它对全球读者的深远影响。它被翻译成多种语言，成为无数企业、学校和军队培训的必备教材。很多读者在阅读后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态度，并在实际工作中付诸实践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书中那种不计得失、全力以赴的精神，激励了无数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迎接各种挑战并取得成功。书中，哈伯德以英雄人物罗文的故事为基础，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，讲述了工作态度的重要性。这本书如同一座灯塔，帮助很多人走出职场的困境，走向了财富与成功。哈伯德感慨，有些人大半生都在与工作打交道，却始终不明白一个道理：你是在为自己干活，你生产的产品就是你本人。想在职场上脱颖而出，就永远不要计较你的工作。拖垮你的不是打工，而是打工者心态。1898年，美西战争爆发，古巴起义军将领加西亚藏身大山，无人知晓确切地点。为了与古巴起义军协同作战，美国总统决定从军队中选出一个人，给异国的加西亚送信。然而，最初选定的2名军官一接到这份工作便抱怨太困难，无从下手。上级为他们指定了大概方位后，他们才启程出发，但2人最后都没能完成任务。危急关头，一位上校向总统推荐了年轻的陆军中尉罗文。罗文拿到信后，既没有愚蠢地询问上司该怎么做，也没有立即贸然出发。他迅速规划了行动路线，决定先去牙买加的古巴军事联络处打探加西亚的下落。在牙买加，他展示了卓越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，通过与当地居民、商人以及潜伏的间谍接触，逐步拼凑出加西亚的行踪线索。他没有简单依赖单一的信息源，而是通过多方交叉验证，确保每一个情报的准确性。他对每一个细节的关注和谨慎行事的态度，使得他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，并最终成功找到加西亚。到了那里，对方不仅为他提供了加西亚的藏匿地点，还派出了1名向导与他同行。最后，他仅花了9天时间就找到了加西亚，并获得了很多宝贵的情报。顺利完成工作的他，升任为了上校副官，还成了美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。罗文的事迹传遍大街小巷后，无数民众深受触动，包括作家哈伯德。他深信，像罗文这样不计得失、全力为工作付出的人，一定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成绩。他还向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们提问：假如派你去给加西亚将军送信，你会怎么做？没想到，大多数人像前2个军官一样，不情不愿地反问：我该去哪里找加西亚？这些人后来在岗位上打拼多年，始终只是个平庸的打工者。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1亩3分地，推一下动一下，拨一下走一步，生怕自己吃一点亏。他们还逢人就抱怨工作没有价值，上司没有眼光，让自己白白蹉跎了大把时间。但实际上，真正毁掉他们的不是工作本身，而是打工者心态。生活中抱着打工者心态的人，往往会把公司当炼狱，视工作为酷刑。他们对待工作敷衍了事，只求完成任务，不求精益求精。他们缺乏主动性和创新精神，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如何改进工作流程，提升效率。每当遇到问题，他们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抱怨环境和上司，推卸责任。这样的心态不仅阻碍了他们自身的成长，
也影响了团队的士气和公司的整体业绩。长此以往，这些人不仅无法获得职业上的提升，还会逐渐丧失职业竞争力，最终被职场所淘汰。接到任务时得过且过，拿多少钱出多少力，遇到困难就原地踏步，从不主动想办法解决。一天到晚划水摸鱼，耗尽了热情，磨光了能力，便再也跳不出脚下的小水洼。你不愿意做的事，总有人争着抢着要做；你爬不上的位置，总有人能脚踏实地抵达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身在职场，最可怕的不是薪水少、职位低，而是为自己的不作为沾沾自喜。你以为吃亏的是老板，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，埋葬自己的未来。2. 你敷衍工作的同时，工作也在抛弃你。罗文出发前，上校反复叮嘱他：一要保护好信件，2要尽可能以最短的时间找到加西亚。他全都谨记于心，不停变换着长信件的地点，并时刻提防着身边的陌生人。从牙买加乘坐渔船前往古巴时，他一直躲在逼仄的船舱中，逃过了西班牙驱逐舰的巡逻。踏入古巴境内后，他和向导碰到了2个衣衫褴褛的西班牙逃兵。士兵因无法忍受艰苦条件而出逃，是当地人司空见惯的现象。因此，向导认为不必对他们过度留意。罗文却没有掉以轻心，怀疑2人是敌军派来的间谍，并想好了应对措施。果不其然，到了深夜时分，这2个人打算刺杀罗文，阻挠他完成任务。幸亏他已提前做好准备，联合古巴士兵一起除掉2人，捡回了一条命。凭借超乎寻常的谨慎与细致，罗文一次次解除危机，平安抵达了加西亚所在的营地。而在罗文之前，军队里的前辈里奇中尉也跨国执行过任务。里奇被总统委以重任，携带着秘密情报前往异国，但在途中他并未保持足够的警惕性，疏忽了对环境和周围人的观察。他没有藏好文件，粗心大意地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结果他惨死在了敌军手中，带去的情报也被敌方破译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。相似的故事，不同的结局，区别就在于一个极度认真，一个却略显敷衍。哈伯德在书中说了这样一句话：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工作态度却有高下之分。生活中，我们身边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。同样是每天上班8小时，有人快速成长，升职加薪，年纪轻轻当上公司高管；有人却只长工龄，不长本事，人到中年面临失业危机。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，不是学历高低、资历深浅，而是对待工作的态度。工作像一面镜子，你放弃它，就是放弃了自身的成长；你糊弄它，就是在糊弄自己的人生。正如心理学上著名的慢马定律，在一群马中，那些跑得慢的马经常嘲笑快马的辛苦，认为自己悠闲自在，不用那么拼命。然而，当快马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主人青睐时，慢马却因为表现不佳而被淘汰。这个定律告诉我们，在职场中，偷懒和投机取巧可能会让你暂时享受轻松，但长远来看，你会失去更多机会。职场如赛场，只有不断努力和提升自己的人，才能保持竞争力，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成长机会。偷懒的慢马，上一秒还在嘲笑卖力的快马，活该受罪；下一秒，暗自得意的他就被主人送进了屠宰场。世界是残酷的，一旦你止步不前，失去价值，自会有跑得更快的人取代你。到头来，所有偷过的懒，躲过的清闲，都会变成打在你自己脸上的巴掌。3. 把工作当事业，才是一个人强大的开始。给加西亚送信，在书里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时间紧迫，责任重大，目的地未知，还要设法穿越战火硝烟，躲避敌军追击。而罗文能顺利完成，是因为他把这项工作当成了自己不可推卸的使命。遭遇敌军的大屠杀时，他顾不上犹豫和害怕，一心想着马上赶路。
他努力保持冷静，一边小心翼翼地防备敌军，一边马不停蹄地奔走。好不容易抵达古巴营地时，他得知加西亚转移到了20英里之外的城镇。古巴军人劝他休息一下再出发，他却时刻不忘自己的责任，打起精神继续前行。最后，他以尽可能短的时间顺利找到了加西亚，履行了保家卫国的职责。一路走来，他焦虑过，惊慌过，却没有临阵退缩，更没有一句怨言。而支撑他排除万难的，正是把这份工作当成人生重大事业的态度。对他来说，送信不仅仅是完成上级交代的差事，也是为自己争取荣誉与前途。置身残酷战场的罗文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，毫无保留地全力付出，这也让他成了载入美国史册的传奇人物。而身处平凡职场的我们，也只有像他一样具备职业精神，做事积极主动，方能抓住机遇，有所作为。拿工作当交差，一辈子都只是个员工，将工作当事业，才有成就自己的可能。书中，哈伯德提到了一个故事：卡洛·道尼斯最初效力于汽车制造商杜兰特时，只是个职位低微的小助理。他发现每天工作结束后，其他人都回了家，唯有杜兰特会加班至深夜。身为公司的一员，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为老板减轻压力，下班后也留在了办公室里。当杜兰特需要找文件、打印材料时，他就会主动上前帮忙。久而久之，杜兰特对他印象良好，不仅多次提拔他，后来还让他担任了旗下公司的总裁。他的经历验证了哈伯特的一句话：一个把公司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，并全心全意去完成任务的人，终将会拥有自己的公司。人人都是在为自己的前途打工，能力多大，野心多大，站的位置就有多高。一块价值有限的矿石，用完后就会被报废处理，一座取之不尽的矿藏，却能挖掘出无限的潜力。在工作中投资自我，增值自我，你才能为自己攒下丰厚的资本和底气。哈伯德在书中指出，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，是当下社会最稀缺的人才。他们不用上司督促，自始至终勤奋工作，他们也不会讨价还价，想方设法完成任务。在工作中放眼长期发展，事事尽心尽力，看似一时吃亏，实则赢了未来。就像360创始人周鸿祎所说，不论在方正还是在雅虎，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给他们打工。可能我真的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，我一直觉得是在为自己干，只不过客观上给公司创造了价值。一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，影响着他的眼界，也决定了他的未来。当你为别人发的薪水打工，只会抱怨辛苦，算计得失，在琐碎中消磨自己。而当你为自己的简历打工，用心精进自己，锻造自己，便会实现人生的跨越。职场如道场，每个身处其间的修行者都会面对艰难的挑战，承受沉重的压力。唯有熬过千锤百炼，方能一步步站上顶峰，主宰自己的未来。时间都耗费在紧急而不重要的工作中，终将碌碌无为。精要主义作者格雷戈·麦吉沃恩曾说过，做更少但是更好的事，切忌贪多求全，事事应允。人生在世，会遇到很多琐碎的事情，如果想要事事完美，超人也未必能做到。所以要想变强，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放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。生活中做对你真正有意义的事情。曾有一位教授在课程上做了一个测试，当他用高尔夫球把罐子装满的时候，问台下的学生们，这个罐子装满了吗？学生们回答他，是的。之后他把小石头又放进了刚才的罐子里，接着问，现在呢？学生回答，这下满了。可是之后教授继续往里面放了沙子和水，照样能放进去。测试结束，教授告诫学生们，希望大家把罐子当作人生，高尔夫球代表最重要的东西，其他都是不那么重要的东西。如果先装沙子或石头等不重要的东西，就没地方装高尔夫球这项最重要的东西了。生活也是如此，
如果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，那就没有时间处理对你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了。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，不可能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完做好，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删减，聚焦到真正对你有意义的事情上。谈不来的朋友可以不谈，交不了心的人可以远离，不讲道理的人更是无需理论。与其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无谓的事情上，不如去充实自己，丰富自己，方能茁壮成长。Facebook 的创始人马克·扎克伯格10年如一日，总是穿着灰色的 T 恤出现在公众视野。他解释这种穿衣方式的原因：如果我把时间都花在毫无价值的事情上，我就没有精力去做重要的事情了。扎克伯格的时间管理不仅体现在穿衣上，他的工作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同样遵循极简主义原则。他每天的行程和任务都经过精心安排，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干扰。他甚至在饮食上选择简单健康的食物，确保身体和大脑始终保持最佳状态。这种对时间和精力的严格管理，使得他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将 Facebook 打造成全球最大的社交平台之一，成为科技界的传奇人物。穿衣这件事对于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他可以数十年如一日只穿一个样式，大大节省了挑选衣服、购买衣服的时间。当你学会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都压缩在最有价值上的事情之后，就能豁然开朗，发现生活中原来有很多事情其实没有必要耗费太多时间和精力。今天你在路上被人撞了一下，因为他态度不好，你耿耿于怀，甚至跟他大打出手。其实最后的结果不过是两败俱伤。在生活中不要太纠结于各种琐碎小事，鸡毛一地的生活大家都会遇到。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点事情吵闹不止，远不如静下心来，找寻对你生命最有意义的事情。那些真正强大的人能看到诗和远方，着眼于生命中真正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不被眼前的苟且困住。当你学会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些有意义的事情上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一直困扰我们的事情往往微不足道。学习中聚焦到汲取精华上。北大为神为东艺曾多次霸占热搜。他作为北大的学子，以数学一技之长，曾经在短短时间内解决了一个博士团队困扰了4个多月的难题。如此堪称为学霸的人，成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，也不过是把重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他最喜欢的数学上。身着朴素，拿着矿泉水和一袋馒头，在北大校园缓缓踱步。在路上可能别人都不会多看一眼，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，但就是他这种在其他事情上的极简，才让他在学习上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入思考，开拓思维，勇攀科学最高峰。有人会说，为神是学霸，我们不能比，但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普通人何尝不是一样呢？在你学习任何一门课程的时候，从来都是先掌握大纲，记住要点，再进行学习或背诵。很少有人会把整本书全部都背下来去参加考试，时间、精力不允许是一方面，记得太多反而乱了思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这就是考试复习中的28定律。28定律也叫巴莱多定律，是指在任何一组东西中，最重要的只占 20% 左右，其余 80% 的尽管是多数，却是次要的。这一定律在学习考试中同样适用。在一本教材中去粗取精，化繁为简，总结归纳出重要的考点，用 20% 的时间突破 80% 中难点，用 20% 的精力去做 80% 的提升，这就是学霸的学习方法。上高中时，我同宿舍的女孩月月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努力的学生，笔记写得工工整整，每天晚上宿舍熄灯，月月还在学习。每次看到她都觉得整个宿舍的人都不如她勤奋，可考试结果总是出人意料。后来我总结了一下，并非同宿舍的我们多聪明，主要在于她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记笔记上，但凡有一点凌乱都要重写一遍，却没有太多时间放在对知识的总结积累上，这才是他成绩不能提高的重要原因吧。真正的学习不是花大量的时间去做冗杂的事，而是找寻重点，汲取精华。
即便不需要应试，在学习一门新技能、新方法的时候，这种方法也适用。聚焦精华的学习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找到重要关键点，反复思考，细细体会，把学习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认识，才能真正体会到学习所蕴含的精华。工作中，投入到高价值的工作上。巴菲特在2017年的纪录片《成为沃伦·巴菲特》中曾说过，我能看见1000多家公司，但是我没必要每个都看，甚至看50个都没必要。投资这件事的秘诀，就是坐在那儿看着球一次又一次的飞来，等待那个最佳的球出现在你的击球区。股神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在于投资高价值、可迭代、有护城河的公司，其他的不看。无独有偶，被称为中国股神的张磊，15年内投资800家企业，收益超过上千亿。为何张磊如此厉害？这主要源于他学习到的先进的投资理念和方法，还有他一直都在坚持的价值投资理念。他在自己所撰写的《价值》一书中，指出自己一直以来遵循的很重要的一条投资原则，就是弱水三千，但取一瓢。投资是一个独立思考的过程，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会赚钱的投资方向，人傻钱多速来，那么这个投资领域很快就失去价值了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面对铺天盖地的资讯，需要投资人在投资过程中保持强大的自我约束力，在众多的投资项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最佳方向，进行精准投资。否则，终将会迷失在众多的机会和风口中，一无所获。股神投资金钱如此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一种投资。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，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高价值的工作上，才能让你迅速成为这个行业的高手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科维提出了著名的时间管理4象限理论，把工作按照重要和紧急2个不同的程度进行了划分，基本上可以分为4个象限，既紧急又重要，重要但不紧急，紧急但不重要，既不紧急也不重要。在实际工作中，我们往往会不论重要与否，针对紧急之事因其紧急而不敢懈怠，对于那些重要但不紧急之事，却常因其不够紧急，没有引起重视，提上日程。只有腾出更多时间精力，聚焦核心技能的提升，去做影响和决定未来的大事要事，才能真正成长为工作领域内的行家里手。否则，时间都耗费在紧急而不重要的工作中，终将碌碌无为。生活、学习、工作，不管哪个领域，要想不断变强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在高价值区做事。当我们学会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高价值区进行重点攻克，那么所谓的成功离我们也不会太远。愿你我都能在职场中找到自己的高价值区，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，提升自我，实现人生的无限可能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